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J。这阵子比特币现货 ETF 一直持续的在大量流入，而周四呢，也就是7月10号晚上呢，比特币的现货 ETF 的流入量高达了有10亿美元以上。但是呢，竟然在隔天的星期五，也就是7月11号呢，竟然又流入了高达有10亿美元以上啊！这已经是2024年比特币 ETF 推行以来呢，连续2日的流入啊！超过10亿美元。好，在图表我们可以看到，在10号呢，也就是流入了11亿呀，然后在11号呢流入了10亿呀，所以呢这2天的流入量呢，已经是连续流入了10亿以上的一个比特币现货 ETF 啊。那这个流入量呢，是否能赶得上呢？就是在挖矿公司他们所挖出来比特币的供应呢，其实是没办法的。在当日呢，7月10号当日呢，他们所挖出的供应量呢是450枚而已，只有450枚，而当天呢所需求的 ETF 呢购买量呢是来到了1万颗比特币啊，这整整就是供应量的22倍以上啊，而这供应量呢也能反映出呢，在各个机构呢非常的积极的在购买比特币现货 ETF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则数据分析，也就是 Bitport 所提供的12家比特币 ETF 目前的一个购买量。而在目前呢，购买比特币的数量已经来到100万枚以上了，而累计金额已经高达有1200亿以上喽。再来就是它的总占比呢，已经占了5.15%，将近有6%。而在这12家比特币现货 ETF 呢，占比最高的就是贝莱德比特币，有3.3% 以上，整整是占了一半以上啊！所以说，大家一定要跟着机构的脚步，尽快的去购买更多的比特币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则的数据分析，也就是以太坊的 ETF 现货的流入量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一天7月10号，也就是比特币呢 ETF 呢流入量第2高的一天，而这一天呢7月10号也是以太坊呢自从发行 ETF 以来呢第2流入量高的，将近有3.8亿呀，而这3.8亿呢，是否也跟得上呢？目前的一个 ETF 呢发行的一个数量是没办法的。因为呢，ETF 呢单日的发行的数量呢是只有2111枚而已，而它的金额呢是只有630几万，而它当日呢净流入量呢就高达了有3亿多美元，这个呢是无法跟得上目前呢 ETF 呢，也就是各个机构在购买的一个数量。而这一天现货以太坊 ETF 爆量的一天呢，是否为山寨季开启的行情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山寨季指数，在现在这个图表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山寨季的一个指数图，而这里呢75% 显示的山寨季，而25% 呢显示的比特币的季节。而这75%的山寨币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只要有75只的一个山寨币呢，优于了比特币现在的行情呢，就将会是山寨币的行情。而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在昨天呢，也就是7月11号呢，它的山寨币的指数呢是来到了29%，而它前一天也就是10号呢，刚好就是以太坊现货 ETF 爆流入的一天，而现在目前已经回落到了24%，所以呢，这一波的一个涨势呢，依然是比特币在带领着小币们上涨，所以目前的山寨界行情呢，还尚未开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市占比。我们来到了盘面呢，目前呢，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市占比呢，所在位置是在0.024的位置。而我们这一周呢，已经上涨了多少呢？我们来量一下，上涨的幅度呢，高达有9.40%，而现在已经回落到了6.15%。好，我们将图面呢放大来看呢，很明显可以看到，目前呢，它的走势还是在走一个下跌的趋势。而它所在的压制的位置呢，也就是现在所受到一个压制点位，而这个位置呢，这条压力线呢，已经尝试测试了7次以上，而这个压力位呢，非常的重要，如果突破的话呢，下一个点位呢，将会来到0.03的位置，
而这个0.03的位置呢，也就是山寨季开启的一个行情的所在的点位。因为呢，我们将图面放大看，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只要是回到了0.30以上的位置呢，都将是有一波涨幅。而每一次涨幅呢，像上一次在2021牛市的时候呢，涨幅有一度来到了200%，而在2017年的时候呢，涨幅一度有来到了316%。所以呢，未来呢，只要是要山寨季的行情开启呢，势必就要等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市占比呢，来到了0.03的位置。好，那以太坊对比特币一个市占比以外呢，大家现在极为关注的就是比特币的市占比。目前比特币的市占比呢，所在位置是在64.84%，而这张图面呢，大家很清楚可以看到是在走一个上升的一个走势。而目前呢，这个上升的趋势线呢，依然还是未跌破，依然尝试了多次的测试呢，依然都还踩稳在这之上。未来呢，如果跌穿了这个上升趋势线的话呢，将会来到的位置呢，会是55% 的位置。而这55% 的位置呢，极为重要，因为这55% 的位置如果跌穿的话呢，将会是下一波山寨季开启的行情。下一则数据分析，这张图表呢显示的就是目前呢总市值占比的排行榜，而第一名的顺位呢依然是黄金。而比特币呢，目前呢是2.34兆美元，排名在第6名。而第5名呢，亚马逊呢是2.38兆美元，而比特币呢随时可能会超越了亚马逊。再来呢，比特币已经超越了 Google 公司以及 Meta， 也就是 Facebook 公司，还有就是白银的部分。在下一则数据分析就可以看到，发明了比特币的创办人，也就是中本聪呢，目前持有比特量是100万枚。而他现在呢持有的资产呢，已经来到了1298亿美元喽。好，在下一则数据呢，也就是富比士，也就是富豪的排行榜。而在第9名，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巴菲特本人，他现在目前呢总资产呢是有1424亿美元。而在第11名呢，也就是戴尔的创办人，他的资产呢有1251亿美元。而刚刚呢，就是中本聪本人的资产已经来到1291亿美元以上，所以也就是说呢，目前呢，中本聪排名呢是在第11顺位，而他已经超越了第13顺位的微软的一个共同创办人，也就是比尔盖茨1170亿美元的资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喜欢我的观众呢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分享，然后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重要的分享资讯哦。那我们明天再见，拜。